君上，什么事？奴婢等君上很久，好不容易等到君上回来，不知君上能否听奴婢说几句话？当初妙清因为救了小天孙，因此侍奉了君上几日饮食起居，这算是妙清的福分了。可是妙清因此却要求君上，让奴婢来洗梧宫做婢女，妄想能得到君上的垂青。这是妙清的错。妙清决定今日离开九重天，回到东海。今夜就将这一盅羹汤当做妙清最后为君上做的了。不知君上能否把它喝下，算是了断君上与妙清的这一段缘分呢？本君与你并无缘分，但你与阿离有救命之恩，你我也算是主仆一场。这个汤，就算是了断吧。不必了。你是不是很想本君喝下去？这汤是妙清亲手做的，自然希望君上能够喝下去。这也是妙清的一番心意。君上为何？本君想先问你几个问题。不知君上要问什么问题？前些日子，你回了趟东海。妙清因为很想念兄长，所以回去探望。你可知道，你去探望兄长那日，东华帝君正在凡间渡劫。不知道。那日东华帝君在凡间被人推了下去，同时白浅上神也被人推了下去。他当时周身法力被本君所封，险些淹死。是吗？好险！是好险。你可知道白浅上神在这四海八荒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吗？青丘、天族都不会放过推他的那个人。妙清，啊！你真不害怕你们东海你的兄长会因此获罪吗？你真不怕你会因为谋害上神被永坠畜生道吗？妙清一时糊涂，求君上恕罪。若不是你对阿离有救命之恩，你真以为你能活到今日吗？是妙清糊涂，求君上恕罪，君上恕罪啊！再来，你告诉我，这汤里面放的什么？这汤里是能让君上喝下之后与妙清欢好。这么厉害，谁给你的？是奴婢从凡间买的。凡间？你真以为凡间这种药对本君管用吗？妙清只是……君上，臣妾听宫娥们在议论，说君上在责罚妙清妹妹，也不知妹妹究竟犯了什么错，但想必一定是并无恶心，可能是太过思慕君上所致。还望君上能看在妹妹曾救过阿离的事情上，饶过她这一次吧。
此处竟无人守着吗？该不会当头鸿运又让我撞上别人闺阁斗趣吧？夜华虽冷漠沉稳些，到底血气方刚。这天上的一众仙娥又都生得不错，他夜里对着一案的枯燥公文，定然十分烦闷。晃一抬头，见着一位眉目似画的小仙娥在一旁红袖添香，自然是要云雨一番。我还是避一避吧。浅浅，你这一来一去的到底要做什么？那扇子我已经贴好词了，你进来拿吧。罢了，倒是要看看你能瞧上的仙娥是如何仙姿。那，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好美的一双眼。可惜这小仙娥虽生的也不错，却配不上这双眼。你这双眼睛，生的倒是不错。苏苏，妙清公主。本君这洗梧宫实在腾不出任何位置来容你了。明日一早，你便回东海。只要你不再做什么出格的事，本君对过去既往不咎，也算是还上阿离的救命恩情。素锦，你倒是很重情义。如果你实在舍不得妙清公主，不如向天君请一道旨，请天君将你一同嫁去东海，你看如何？君上，是妙清一时迷了心窍，才会用下了秦瑶的羹汤来勾引君上。君上，不管你怎么罚我，我都不会反抗的。哪怕是每日领7期49道天雷劈石，妙清都不会怕。只求君上不要让妙清离开这洗梧宫。妙清这一生的夙愿，就是能留在君上身边，一辈子伺候君上啊！娘娘，娘娘，上回妙清认错了你，你帮了妙清一次，这一次，请您再帮帮妙清。娘娘，妙清公主既然跪了我，如若我跪回去，也是拉不下这个脸的。少不得要说两句。你说。其实这个事情，真的不是妙清公主一个人的错。你当初明明知道她对你有情，还要把她带到天上来。我知道，你是为了报阿离的恩，让她躲过她的婚事，等她想清楚了再回东海。但她不一定是这样想的，她一定觉得你对她也动了心。你既给了他这个念想，又扮作正人君子，迟迟不肯动手，少不得便要逼着他亲自动手了。但是当初他说进来洗梧宫当个婢女便心满意足。恋爱中女子说的话，你也信的？听老身一句话，还是尽快回东海吧。她是本君的妻，也是这洗梧宫唯一的娘娘。她既然如此说，妙清公主还是回东海吧。君上，君上！
还是找得到吧？我送你。娘娘，娘娘，求娘娘救救君上，都是娘娘让妙清这么做的呀！娘娘，你说是本宫让你这么做的？妙清，本宫怜惜你对君上一片痴心，你竟要借此陷我于不义。娘娘，妙清不是这个意思。本宫真是错看了你。娘娘，刚刚妙清口不择言，求娘娘恕罪。既然君上已经让你离开，你也别耽搁了，现在就走吧。娘娘。娘娘，你没事吧？娘娘，还顺利吗？星诺，我终于知道为何月华会对他如此紧追不舍。娘娘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刚才看到了青丘白浅，你可知道他长得像谁？他竟与那个凡人生得一般无二。娘娘，你在说什么啊？素素，就是素素，他竟和那个素素生得像极了。娘娘。送到这里，剩下的路我就认得了。哎，接下来的路我真的认得了。我送你到这里面，不是真的为你带路，我是想问你，你为什么让那个公主回东海？不是你也希望她回东海吗？只是因为如此吗？你这样问我，我倒不知该怎么答你了。果然如此。果然什么？我没有忘了之前对你的承诺，我会记得帮你纳几房侧妃的。只是，既然你不喜欢这公主，那便让她回东海就是了。说起来，这公主心机确实沉了些，今日能对你下情药，改日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来。这后宫还是清静点的好，你说呢？我原本就不该问你这话。方才将你叫入屋内，是为了让你促一促，却未想到你由始至终只是在看热闹。我在你的心中，竟没有
丝毫的分量。白浅，你的心中是不是只装得下那一个人？你要等他等到何时？我在你的心中已经没有丝毫的分量。白浅，你的心中是不是只装得下那一个人？你要等他等到何时？明明之前困意汹涌，如今躺在这软乎乎的云被里头，倒睡不着。我在你的心中已经没有丝毫的分量。白浅，你的心中是不是只装得下那一个人？阿英，你在哪里？阿英，阿英。风吹开了记忆的锁，想起旧时的你我，曾相思许诺，曾遗憾错过，桃花飘落，暗香藏苦涩，月染亮十里夜色，勾起眼底的寂寞，对你的难舍，任沧桑淹没，3600年心事。我离境，这一生一世都只与阿英这一人相伴，如有违反，子孙尽断，孤苦一生。当初是你说，无论我是什么身份，不要同我在一起。可现在，好，我成全你。李靖，你确实是我白浅这14万年唯一倾心爱过的男子。只是沧海桑田，我们回不去。解不开因果，三生桃花柔情多，相思难舍，清新花一朵，难执手白头，繁华醉春风。我不能死，我还有万千子民。君上，君上，君上！女君上，昨夜罪妇玄女逃离地牢，临走前还将罪臣李月春心似死。你说什么？我大哥死了？是。头砍下来，悬在大慈明宫外示众7日，身体烧了。再怎么说，他也是前任义军的长子，又是君上您的大哥，
若是传了出去，怕几位将军不高兴，百姓也会议论他。他的死将会为异界乃至全天下带来一场浩劫。这么做，已经是对他最仁慈的处置了。速去人间查找公主的下落，务必将她带回异界。如果遇到玄女，不用向我汇报，就地格杀，把她的尸体带回异界。再怎么说，她也是本君明雷镇取到大字明宫的女人。本君要和她死后一起埋葬。是。真的飞走了！不行，我要尽快找到胭脂，我要尽快找到她。卖包子啦！哎，临河居有酒有肉，价格公道，童叟无欺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！哎，这位大哥，吃饭吗？您里边请。哎，这位大哥，吃饭吗？好，请。好。卖包子啦！哎，来看看啊！好。玉佩越来越热了，胭脂一定就在附近。价格公道，童叟无欺了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！哎，这位大嫂，你吃饭吗？大哥，这附近有没有一位姑娘？很美，皮肤很白，眼睛大大的，跟我一般高矮胖瘦。这妇人找胭脂，你怎么不说话？难道没有吗？这位大嫂，你这眼睛是怎么了？要不要为你寻一位郎中？我这眼睛是被贱人所害。大哥，你快告诉我，这附近有没有那位姑娘？是有一位姑娘和你说的差不多，就在这小店里。那快带我去见她。好。小心脚下。大嫂，你先等一下。好。你看看，就是他找你。这玉突然好烫啊！不错，李月说的不错，面前这个是胭脂，是胭脂，胭脂，胭脂，我是玄女，玄女啊！玄女，她是玄女？不会啊，玄女不是这个样子呀。你是二嫂？啊，你怎么变成这副样子了？我知道我变了模样，都是白浅那个贱人害的。他夺走了我的容貌。胭脂，我现在这样是不是特别丑？是不是？没有，二嫂，没有，不要怕。小哑巴，你竟然会说话！是，我是会说话。
现在没有时间跟你多说，你能先去大厅帮我照看一下大厅的客人吗？哦，好，好，正好我今日不用当差，你们慢慢聊，不用着急出来。嗯。那个，若是你二嫂需要郎中的话，随时叫我。嗯，有需要会随时叫你，快去吧。哎。胭脂，刚才那个男人是谁？是你当初从异界带来的人吗？没有，我从异界走，谁都没带。二嫂你就放心吧，他只是个普通的凡人，这些年一直在照顾着我，一直照顾你。嗯。哎，这孩子是二嫂你的吗？是我儿子，小皇子，快让我看看。乖，真乖。为何他身上毫无气息？真的一点气息都没有。我儿子是不是长得很像我？嗯，像。自从他生下来，就是我亲手抚养他，300年了，他不哭也不闹，很乖。胭脂，他是不是很乖？是。一个母亲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是男是女？300年都没有长大，也不哭闹。分明从一生下来就……二嫂怕是在那个时候就不肯认清这个事实了，才会……二嫂，你是不是也发现，他不哭不闹，也不呼吸？他只是睡着了。胭脂，你相信我，只要我找到方法，他就一定会醒过来的。我儿子一定会醒过来的。在凡间跟了这异族公主2、3年，也没有什么线索。现在玄女又变了一张脸，满身是伤来见他。看来异界这些年也不太平，继续跟下去，说不定能发现什么。不对，万一胭脂要是治好了玄女的眼睛怎么办？玄女认识我，不能让她看到我的脸。二嫂，你试试看，看能不能看清楚。不行，还是血乎乎的一片。奇怪，这明明是普通伤口，为什么好不了啊？没关系，反正我也不想看到这张假脸，太丑了。嫂子，你别怕，我改日再试试别的办法，这眼睛总能治好的。你先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
你为何会变成这样？你二哥将你大哥杀了，头颅悬挂在大子明宫外，示众数日，身体也被烧成了灰烬。我不过劝了他2句，你二哥就勃然大怒，骂我多年前生下病儿，害他断后，并伤了我的一双眼睛，将我和我的孩子赶出了异界。你怎么哭了？家中有了变故，大哥死了。医院死了？这个生死乃是人之常情，你也别太难过了。这些年，我一直没有开口说话，是因为我不想跟那些不相干的人打交道。我真的不是有意要骗你的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辛苦你这些年一直在照顾我。没什么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今日衙门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今天不是没有事儿吗？我方才忘了。民心不稳啊！最近民间传言，说老义军就要回来了。当真？老义军不是被墨渊封在弱水了吗？弱水前几日变动，这就是征兆。老义军要是放出来，按照他的脾气，肯定要和天族决一死战。这又要死多少人啊？我宁可横尸遍野，都不愿意再给天族进贡了。你说这陛下中了什么邪？偏袒了陈淑妃也就罢了，居然还下旨5年之内不再选秀了。唉，自从10几年前贵妃入了道观，这后宫的嫔妃就再没生下过一儿半女。我还以为陛下一定会传位给太子了，可如今突然又多了个陈淑妃，就如此受宠。若是再命好，生下个龙子，那太子之位可就不保了。
凡间几十年，弹指已挥间。若回到九重天，帝君可会怪我动了他原定的情景？可我好舍不得伤害他，哪怕这是他必须要经历的情景。舍不得也要舍得。为何你每次来见朕，都是心神不宁的？臣妾只是一时失神了。陛下，你千万不要乱走动，我叫人来收拾一下。什么？你让我去刁难贵妃？没错，想尽办法妒忌争宠。小仙不是给了你好些个画本吗？上面的法子很多呀。可是，贵妃她在山里道观待了那么久，有什么好妒忌的呀？她的儿子册封了太子，仅凭这一点就足够让后宫的女人们妒忌了。你专宠了这么久，都没有子嗣，心中一点都不恨吗？不恨啊。有没有感受过妒忌的滋味？我只是想着能够与帝君有着短短的缘分，哪里还有时间去妒忌啊？你倒真适合跟着帝君。真的吗？跟着归跟着，注定无缘分。我知道帝君心里没有我，可是你能不能让我把这个美梦做完？小仙要做的就是打破你的美梦。小殿下记住了，你要让帝君恨透了女人，彻底的失望，来这凡间才算是功德圆满。一定要这样吗？一定要这样。这什么呀？最新的戏本子，后宫争宠，陷害贵妃，就按这上面的来。娘娘，应该是妹妹给姐姐请安才是。我早已不是贵妃，何须请安？姐姐，妹妹未受陛下宠爱之前，就一直待在冷宫里，常听人说起姐姐的事情。今日终于能够见到姐姐这个传奇的人了。我只不过是看破红尘，一心向道。娘娘言重了。我们姐妹二人初次见面，就不要这么客气了。对了，姐姐。我听闻道观中有宫中最好喝的茶，不知可否向姐姐讨来一杯吃？好，娘娘，请上座。陛下，淑妃娘娘半个时辰前就腹痛难忍，现在已经昏厥了数次了。为何会如此？太医说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不干净的东西？听说淑妃娘娘去了贵妃娘娘的道观，吃了些茶点，回来之后就是这样了。她去了道观？是的，陛下。我不是说过，不要让淑妃去道观吗？陛下，这皇宫里除了陛下您，谁能拦得住淑妃呀？陛下，您还是赶紧去看看吧。这一会儿又是昏，一会儿又是吐的，这该怎么办呢？该不会什么？该不会是贵妃怕淑妃产下子嗣，抢了太子的位置，特地在那里边下了药吧？放肆！怎可如此诋毁太子生母？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！好歹他也为朕生下过太子，不可如此妄加揣测。是。随朕一起去看看淑妃。
出戏也太阴毒了吧！参见陛下。陛下。 为何突然腹痛，还出了这么多汗？听说你去了贵妃的道观。是去了道观。姑姑从小就教导我，要对得起青丘帝姬这个身份，怎能胡言乱语，害一个那么善心还一心向道的女人呢？秋儿，不行不行，如此做法太对不起姑姑的教诲了。 我要换个法子。是去了道观，不过这件事情和贵妃没有半点关系。陛下千万不要乱想，是臣妾前几日去偷偷玩水，受了凉，和贵妃姐姐没有半点关系。朕自然不会怪她，贵妃的人品，朕还是知道的。 可是你竟如此不爱惜自己的身子，可考虑过朕的感受？是臣妾太贪玩了，害陛下担心了。秋儿，朕刚才很怕你会说是贵妃害了你。 陛下如此猜测，如若九儿刚才真是这么说的，陛下会相信吗？不会。是啊，臣妾忘记了，臣妾还是贵人的时候，陛下就曾因对贵妃的情少，来向臣妾诉苦。你肯定会信他，不信我。 你们两个，朕都信。贵妃她早已不理红尘事，而你是朕最爱的人，生性纯良，也绝不会害的。朕刚才一路走来，心里都是乱的。朕明知道贵妃的人品，绝不会这么做，但可以想到。 万一你有什么闪失，朕绝不会放过道观里的任何人。如此看来，朕还真有做昏君的才能。陛下说的可都是真的。千真万确，九儿。 如果你有什么闪失，朕不会再有理智。那若臣妾有一天做错了什么，无论你做错了什么，朕都会赦免你。再等我2年吧。 2年后，我再做那些辜负他的事情。小殿下，不能因为认识我就如此这般任性的续命。帝君也是活过几十万年的神仙了，真能记得住这几日的缘分吗？几日又如何？能过几日算几日。好，那就2年为限。 届时，小仙自然会来。
陛下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来这里啊？臣妾做了一些糕点，我想和陛下一起赏月。赏月？你不是说这几日身子不适吗？御医说的话你都忘了。所以臣妾是悄悄过来的，御医不知道。九儿，你今日有些不同。有吗？哪里不同啊？这一年来，朕觉得你有什么心事，可今晚朕觉得，你心中的事似乎已经放下了，终于愿意与朕坦诚相待了。臣妾想明白了，人活短短一世，既然臣妾心中有陛下，就要十足十的对陛下好，不然日后回想起来，臣妾肯定会后悔。当真？既然想通了，那就过来吧。陛下，你要答应我，无论如何都不可以忘记这2年。朕答应你。胭脂，不要怪我狠心，只有杀了我，才能让你父君法力大增，挣脱东皇中的束缚。也只有你父君，才能为我杀尽青丘的人，为我报仇。你是谁？你是异族的人吗？你还听不出我的声音吗？你是紫兰。不错，是我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倘若我不在的话，恐怕你已经杀了救你命的胭脂了吧？玄女，没想到过了7万多年，你还是这么忘恩负义。我怎么样跟你无关，倒是你，难道你忘了你师父是怎么死的吗？难道你忘了你们昆仑虚跟大紫明宫的仇恨了吗？你竟然保护异族公主，你不怕被天打雷劈吗？我会不会被天打雷劈，就不劳你这个天族叛徒费心了。我是不知道你为何要杀胭脂，但我告诉你，有我紫兰在的一日，你若是再动这个心思，我一定让你知道当初背叛天族的代价。我今日不动你，也不过是看在你丢了身份地位，又还带着孩子的份上，才动那一点点的恻隐之心。你不要逼我，好生待在胭脂身旁，我便不会动你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上神，我们去西海。西海不是回青丘吗？不是青丘，而是西海。事不宜迟，再迟怕会耽误了一条人命。上神，上神，上神！
但昨日说小殿下3更便会醒来，如今已过了3更，小殿下却仍没有醒来的征兆，反倒是小脸越来越红。奴婢急得很，也没有别的法子，才来惊动上神的。等闲的小娃娃喝了果酒，确实睡到3更便能醒过来。看来我是高估了阿离了。照他这势头，大概要睡到明天早上了。不过你看他这小脸红扑扑的，说明酒意正发出来了，你不必担心。你该不会自打昨日抱了团子，到现在眼睛都没合一下吧？放心吧，我等下渡他些仙气，保证明天起来又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团子。不过这小娃娃喝了酒，第2日最好喝些煮得糊糊的粥。你先下去歇息吧，养足精神，明早多些粥来。但小殿下若是扰了上神的安歇，你看他现在睡成这个样子，就算是将他团成一团，滚到庆云殿，他也未必醒得过来，如何饶得了我？照顾小孩子真不是件容易事，这夜华也真是颇有耐心呢。来，小殿下还未醒过来。真是辛苦你熬了这碗粥了。这粥放凉了也不好，上神还未用早膳吧？若是不嫌弃，且请尝尝奴婢的手艺。不必了吧？这粥奴婢熬了2个时辰，若是倒了就可惜了。况且上神稍后还要去上清静的天泉，空着赴去也不好。你说的也是，那我便尝尝吧。果真是好手艺。上神，这么大阵仗，灵宝天尊真是有心人啊。娘娘，本宫晨间散步，受一股纯然的仙气指引，不经意就走到了这儿。怎么，这一览芳华里来了什么贵客吗？回娘娘，是白浅上神。是青丘的那位姑姑。你怎的也不去我宫里通禀一声？回娘娘，君上吩咐，任何人不得打扰姑姑。不用怕，本宫明白你是个老实人，只是你不懂，本宫是这洗梧宫唯一的侧妃，而姑姑她又是未来的太子妃，这于情于理，本宫都应该去拜见才是。娘娘，君上吩咐过，任何人不得靠近一览芳华。
只是今日青丘的这位姑姑来了，作为晚辈，我不去行礼问安，这岂不是会坏了我们天宫的礼数？况且我也许久没有见过小殿下了，恰好去看看。可上神已经去上清境了，小殿下也还歇着，娘娘就别进去了。上清境？灵宝天尊的上清境，不是已经关闭许久，竟重新开了吗？君上说上神在异界大战一场，受了伤，这才去天泉疗伤。是吗？那本宫更要替君上好好招待这位上神了。那晚些时候，本宫再来。我当初一见他，便晓得他是个不安分的。那东海上来的妙卿，昨夜果然出事了。也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事。听说昨天夜里，我们娘娘还去为那妙卿求了情，在君上的书房里跪了半夜。娘娘还真是万中无一的娘娘，人长得美，性子也和顺，却不知君上为什么从来也瞧不上她。我分到娘娘殿中这么长时间，却还没见君上来过一回呢。唉，娘娘不容易，真是不容易呀。是啊，娘娘这样善良慈悲，将来怕是要吃青丘那位上神许多苦头。听他们说完，你可听说青丘那位上神孝顺已有14万岁了？竟有14万岁了，那不是成老太婆了吗？哼，老不知羞的，定是用法术迷惑了君上。我依稀记着，这天宫里有一道规矩，是不得妄议上神，是不是？是。这两个宫女太不像话了，惹怒上神。动怒倒是没有，只不过偶然听到别人这样说，不大顺耳罢了。虽然我是不太计较，但这天宫这么大，总是要让人知道，这规矩立在这儿不是当摆设的。你们说是吗？上神说的是。而且这后宫呢，最忌讳热闹。我看这两个小仙娥也是性子太活泼了些，恐怕不适合这份差事。不如你们挑拣挑拣，帮他们另谋份差事吧。是。今日阿离也不在，我自己在这天泉也是无趣。你们在此候着吧，我去挑几本书来。是。你是不是给阿离喝酒了？他从昨天下午睡到现在都没醒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不过昨天多喂了他2壶果酒，让他醉了个酒罢了。他睡到现在都没醒，你怎么不通报我一声？为什么不找药王来给他看一下？阿离还是个小孩子，你干嘛这么紧张啊？我小的时候去偷喝折颜的酒，醉了4、5天都没醒，我爹娘也没怎么样啊。再说了，阿离不是个男孩子吗？你这么娇生惯养他，免不了长大了他要娘娘腔的。阿离不是你带大的，所以你就一直将他当成继子看待。如果他是你亲生的，你还说得出这种话吗？没错，老身自然生不出来这么一个活泼讨喜的孩子来。只可惜生了阿离的那位烈女子，已经跳下了诛仙台。老身师承昆仑虚，修的是逍遥道，自然没修得一副菩萨心肠，带不好你的阿离。我记得夜华君的那位侧妃，心地倒是善良得很，肯定能将阿离照顾得很好，免得在我这里吃亏了去。你不用说这种话来气我。
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一大早就被2个天族的奴婢编排也就罢了，回来还要被天族的太子教训。我来此处是养伤的，又不是受气的。上神可见到方才是谁从这院子里出去了？怎么了？慢慢说。上神责罚奴婢吧，都是奴婢的错。上神对小殿下这般好，就算是奴婢的主子再生，也会感念上神的。此番若因了奴婢，让小殿下栽在素锦娘娘手里，那奴婢就……你刚刚说团子栽到素锦手里，是什么意思？是奴婢着急了。方才上神前脚刚刚走，素锦娘娘就来了，说是受了仙气指引，来一览芳华看看贵客，顺便看看小殿下。那素锦来见我？是。可君上早在300年前就说过，素锦娘娘是不得靠近一览芳华的。素锦娘娘这些年也一直遵守着规矩，可今日不知怎么的突然就来了，奴婢死活拦着才将她拦住。没想到我刚去后院打水，回来就发现小殿下不见了。你先别担心了，抱走团子的是夜华，跟那素锦没什么干系。上神说的可是真的？我骗你做什么？若真是那素锦把团子抱走了，我早就去抢回来了，还留在这安慰你吗？那便好，那便好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看你如此提防素锦，这素锦可是与团子他亲娘跳下诛仙台这件事情有什么干系吗？天君明令了，任何人不得提起此事。当年知道这件事的仙娥都被派去各仙山，不在天宫了。好了，你不必说了，我也懂了。他们现在在哪儿？你便带我去看看吧。若团子无碍，我便将他抱回来。是。君上不必担心，小殿下只是酒量太浅，没什么大碍，在这醒酒汤里泡一泡，黄昏之前就能醒过来了。阿离怎么了？回三殿下，小殿下就是酒量太浅，多喝了2口。啊？好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哎，方才有人跟我说，你火急火燎抱着阿离从一览芳华冲出来，我还以为小阿离出什么事儿了呢，让你如此忧心。啊。我以为你把白浅带到天上来，也算好事将近，会心情愉悦呢。可看你这脸色，也没好到哪儿去啊。是因为要做新郎官焦虑了？本君听闻，折颜上神亲自去了西海，为水君的大儿子诊病。回天君，折颜上神如今正在臣的水晶宫。你真是好福气啊！当初夜华得了一场大病，多亏了折颜上神的医术，才保住了性命。看来你的大儿子很快就会痊愈了。谢天君奇言。哎，帝君呢？怎么还没回来？回天君，按照帝君的吩咐，他要在凡间活够60年，尝尽人间的苦楚。到今日正好是40年，还余20年。你写的运布，可否令他满意？那不敢说满意，但足够波折。帝君老人家享受的那是一样也不能少。
是吗？此时帝君在人间，正是微服出访、遇刺落难之时。遇刺落难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帝君天地共主时就从无败绩啊，这天上地下没有一个人敢得罪他。如今到了凡间，也让他尝一尝，什么叫遇刺，什么叫落难啊！凤九殿下，你可要保重了。帝君是何人？算了，先不管他。九儿，他为何不哭出来？臣妾在未入宫之前，和家里的小姑姑关系最要好。姑姑每每会教育我，臣妾虽是女子，但是一定要不畏生死，护住想要守护的人。凤九，你是青丘帝姬，日后要承我帝位，守护我青丘一方子民，怎可随便就哭哭啼啼？九儿，朕就是要护住你的男人。今夜不是你们几个弑君，就是朕手刃逆贼。没什么奇怪，普通凡人。居然真的有命案！你快去看看还有没有活口。是。哪里有狼蛛？哪里有狼蛛？轻啊！狼蛛！姑娘，你知道这哪里有狼蛛吗？帝君，九儿，你告诉朕，你口中的帝君
救我性命之日，我便喜欢你，喜欢你喜欢的要了命。帝君，你要答应我，无论如何都不要忘记这2年之约。2年之约，却是朕与九儿的。可帝君，莫非在九儿过去的家乡，会将天子称为帝君？九儿，别怕，朕一定会让你活下去的。活不活不重要，我只怕我这一死，你便会把我忘了。你不会死，不会死。英雄，英雄，你可小心些，你这剑可不长眼啊！胭脂，你是从何处将他带来的？我在大街上看到他身受重伤，就把他给带来了。他是九尾狐一族的人。二嫂，你怎么会知道？九尾狐的人，就算我眼睛看不清，我闻闻他们身上的味道，便也认得。胭脂，他是不是年纪特别轻？不错。九尾狐年幼一辈，只有一个女孩，叫白凤九。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她就是白凤九，青丘白浅的侄女。白凤九，我离开青丘后，她才出生。虽然我没有见过她，但是我知道，青丘白凤九额间有一朵凤尾花。不错，是有个胎记，红色的，很像凤尾花。那你将他带来，是想借机对他如何？不是，二嫂，我并不知道他是谁，只是想替他疗伤，就把他给带回来了，却不知道他就是青丘帝姬。那正好，就算是你碰巧将他带来，就是他姑姑白起，因为憎恨我，亲手毁去了我的容貌。好，很好。今天老天将他送来。儿子，咱们先委屈委屈，用这个女人的身体先醒过来。待娘日后，再给你慢慢找合适的仙体。二嫂，你说什么？你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自然是要用那个女人的身体，让我的婴儿醒过来。不可如此啊！胭脂，
难道你不想看到自己的亲侄子醒过来吗？也只能用上仙的仙体才能唤醒我的儿子啊！胭脂，这是老天送给我们的机会啊！这种上古邪术，我不会让你用的。二嫂，你就放过他，将他下葬了吧。他早在生下来的那天就已经死了。不，他没有死，他只是睡着了，一直不肯醒过来。哪怕是他亲爹不要他，我也要让他活过来。婴儿是我辛辛苦苦拼下性命生下来的，我一定要让他活过来。二嫂，我本不想这么早和你说，可眼下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你可知道神之草？神之草，在天族，神之草是净化仙子的灵草，也是天族修炼的圣品。天族的人们会拿它来度修为去救人。我想，它是半个仙族。只要我们有了这个天族的圣品，也许他就有机会会醒过来。神之草，我怎么从没听人提起过，也没人跟我说过。我也是偶然听夫君提起过。只要我们有了这个神之草，我就可以把我的修为渡给他。这样的话，就有机会让他活过来。既然是天族圣品，就一定会保护得很严密。你真的会带我去吗？二嫂，你信我，我一定会带你去的。就算是为了二哥的孩子，我也愿意去试一试。所以你要让我先救活白凤九。就算白浅对你做过什么，可白凤九没有伤害过你啊。等我救活了他，我们就动身去东海瀛洲。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。如今我不是异后，根本弄不到上仙的仙体，眼下的机会太难得。二嫂，我就在门外，你若敢打什么坏主意，小心我现在就要了你的命。二嫂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觉得你说的很对，我想通了。我是异界的公主，却无家可归，流落凡间。你是青丘的公主，却又是为了什么来到这儿呢？说的可是真的？不可能啊！他怎么会这么好心？不，先不管他要做什么，只要跟着他，那个紫兰总有顾不到的时候。实在不行，我就拼死杀了他，让擎苍脱离东皇中封印。宝宝，只要你爷爷出来，他就一定会喜欢你，一定会救你。小哑巴，告诉他我是好人啊！你夫人已经醒了，快过去看一下吧。哦，我的娘，吓死老子了！啊！
你怎么来了？今日郊外发生命案，原本我是来查案的，后来听人说你带了一对浑身是血的男女回来，我放心不下你。我们认识有多久了？有5年了吧？这么快？我到这儿已经有5年了，又该搬走了。搬走？搬去哪里？哪里都行啊，东南西北，随便找个方向走下去。那我陪你去。你陪我？你一个弱女子，总要有男人护着。反正我无父无母，你想去哪儿，我便陪你去哪儿，护着你。围起来！是。皇上，臣救驾来迟，天佑皇上，臣等救驾来迟，还望以死谢罪。朕不是一个仁慈的皇帝，曹靖谋反，我只要株连9族。凡是20年内与曹氏一族有过接触的大小官员、商贾平民，都要一一审讯，彻查到底。皇上，太子也要审吗？审。陛下，要是累，就再多睡会儿。我睡了好一会儿了，睡得我头都疼了。九儿，这一切，陛下不必多说。陛下只要记得，九儿受这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，不需要任何赏赐。我只求陛下能够记住九儿，生生世世地记在心里。朕生生世世都不会负你。与你梦般的邂逅，让我忘了所有那一刻。你是否也心动？可是再找那串铜铃，情窦的朦胧，陛下见过，凝结在被我收起来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辗转为你，陛下可否为我拿来一下？我看见你在等我，流光溢彩的灯火，你笑了，繁华已是无色。你给我的感动，也许前世的梦，就算短暂，也为你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伤你的那支箭。陛下还收起来了。也勇敢地痛着，不光要收起来，还要收一辈子。这个铜铃，自你与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时时带着它。很重要。我也
是一个对于我来说很重要的人送给我的。司命，过来。三殿下什么吩咐？听说东海的妙清被赶回去了。洗蜈蚣的事，小仙不清楚啊。天宫里的事有你不知道的吗？传闻啊，昨天晚上那位公主在太子殿下的羹汤里下了催情药，太子殿下发现了，之后肃谨侧妃过来求情，就在此时碰见了青丘的姑姑。姑姑一句话，殿下二话不说把人给轰出了洗蜈蚣。传闻啊。哎呀，那真是有女人的地方就是非多呀。是，还好当年的墨渊上神不收女弟子，要真收了，这不知道昆仑虚得闹成什么样子。对，这是运波啊，给我看看帝君是怎么遇刺的。好。不对啊，怎么不对了？帝君遇刺的难是过了，可我这上面少了很多的字。你看这空缺，莫非是帝君身边出现了什么天族或异族的人？哎呀，那帝君如今安好便是呗，这些小事也不用理会。要是真的遇上什么人，那也是天定的，不是你我能管得了的。走吧。上神，团子如何了？回上神，小殿下如今已醒了。醒来了，为何不跟你一道回来？君上说，小殿下方才泡了药汤，今夜就留在紫宸殿了。那今天就不送过来了？罢了，我还是去看看吧。说什么青丘女帝，还未嫁人的女人都不懂得学会照顾孩子。阿离才这么小的年纪，就为了这么多的酒，睡了一日一夜，都不觉得内疚。若是以后嫁入洗蜈宫，怕阿离是没有这样的好日子过了。青丘的人大多善吃酒，他并非有意而为。是啊，我娘亲她就是觉得我爱喝，就宠着我，让我多喝了几口罢了。还娘亲呢？谁教的？白浅上神？她就是娘亲，是父亲画上的那个娘亲。画上的？回娘娘，臣妾前2日见到姑姑时也吓了一跳，确实很像。总想让你忘了300年前的事情，如今你心里有了这个上神，本宫反倒忐忑不安了。你在远方眺望，耗尽所有目光，不思量，自难相忘。遥遥桃花凉，
前世，你怎设想这一海情茫茫，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，都是假象。岁月覆满爱人袖，偏偏芳菲如水流。凉凉天一帘月一身花色，落入凡尘伤情着我。人间一度情劫难留，这旧的心还有几分前生的恨。去的年风干泪痕。若是回忆不能再相认，就让情分落九尘。凉凉十里何时还会春山？又见树下一盏风存。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情